嗨，朋友们好！現在我小菜園裡的黃瓜、西紅柿，還有後面種的豆角都已經長高了，又到了該搭架子的時候了。前面的視頻我曾經給大家分享過3種非常簡單的豆角黃瓜爬藤架，今天呢，我又要給大家分享另外3種更簡單的豆角黃瓜、西紅柿的爬藤架，1分鐘就能搞定。這個鵪鶉跑到我們那個架子上去了。鵪鶉是群居動物，這是它們的哨兵，總是在高處放哨，有危險的時候就發出警示，這樣其他的鵪鶉就可以趕緊逃跑。第一種爬藤架就是這種架子，這種在後面地鋪啊、漏子都能買到。這種架子就是特別適合這種有圍欄的地方，可以斜斜的搭在圍欄上，然後讓蔬菜往上爬。現在我來把這幾顆黃瓜給它綁在架子上，然後它就會順着往上爬了。因為我兒子很喜歡吃黃瓜，所以今年種的比較多，種了6顆。剛才已經綁好了4顆，這邊也有2顆。因為稍微種的早一點，所以長得也高一些。我把它們也捆到架子上了，讓它們有更多的空間生長。這棵上面長了好多這種小黃瓜啊，結滿了。這些黃瓜下面的側面有點太多，黃瓜結的也太多了，這一棵就結了差不多20個，營養完全跟不上，所以我剪掉了一些側蔓和幼瓜，靠近地面的葉子也剪掉了，這樣呢，空氣流通更好，植株能照到更多的陽光，就不容易生病。剩下的幼瓜呢，也會得到更多的營養，長得更快更好。黃瓜都綁上架了，多餘的側枝和葉子也打掉了，就等着它們長大了結瓜。老牛一早又去買了2個這個西紅柿的架子，還有這個棍子。今天我要介紹的第2種爬藤架，就是像這種棍子，有點像孫悟空的金箍棒。在我們老家，這種棍子非常常見，用來做爬藤架。像豇豆就可以用一根單獨的棍子，在我們老家，這種棍子有個名字叫豆棍，一般是從山上砍的小樹，然後把這一端呢削尖，然後插到土裡，這樣呢這個豆角就能順着往上爬。當然你也可以用多根这樣的棍子，把它搭成架子，用来做絲瓜呀、黃瓜的爬藤架。大家看這顆豆角，就是我最近育的苗，現在已經上架了，爬到這個欄杆上了。今天我要用這個棍子來給它做一個爬藤架，非常簡單，就是把它插進去就行了。因為我這裡正好有這個頂棚，上面這一端呢，我就直接卡在這個頂棚上了。其實沒有這個頂棚也是可以的，像我們老家農民就是直接用這個棍子插到地裡，它插到地裡去有好幾寸深，所以它也不會倒。因為豆角畢竟它的重量也不是很重嘛，然後我們再幫一下這個豆角，讓它歸位。它現在往外走了，就這樣給它纏上去，它就知道往上走了。這個豆角的架子就這樣搭好了，是不是非常簡單啊？真的是1分鐘搞定。這種棍子呢，還可以好幾根一起來搭架子，可以做西紅柿的架子，也可以做黃瓜呀、絲瓜呀，還有其他比較沉的那些瓜的架子，也是非常好的。長在角落裡的這顆大的櫻桃西紅柿，之前就是用的這種圓圓的番茄籠來做支撐的，但是現在這個西紅柿長得太大了，前幾天都倒了，就是說那個架子已經支撐不住它了，所以今天我們要用這種棍子來把我們的西紅柿加固一下。我們在番茄籠旁邊插了2-3根棍子，把西紅柿的枝子捆在上面進行了加固。但是這顆西紅柿的側枝實在是太多了，所以我們因地制宜，把一些側枝就近捆在了蔬菜大棚上，這樣它們就有了更多的發展的空間，就會長得更好。把這些枝子都扶上架之後呢，我又把挨近地面的側枝還有一些葉子都給剪掉了，這樣呢，這個西紅柿下邊就比較通風，就不容易生病。第3種爬藤架就是這種美國人常用的番茄籠，主要是用來固定番茄的。今天我們要用它來固定這顆墨西哥酸薑，還有一顆老牛後來買的西紅柿，是一種特殊的西紅柿，是用來做西紅柿醬用的。
看這豆角，長得好大了，紫豆角。这还是我在Oregon的时候留下来的种子，都好多年了。这个它还长出来了。今年我要留一些种。这豆角可以摘了。这2颗大的留着当种子吧。就摘了这么几颗，再等2天再摘。Now you can see the cauliflower. Yeah. 哦，对。I think you can harvest now. Pour the holes in. 它已经变紫了，必須要吃掉了，要不然就老了。I want to try to eat the cauliflower leaves. Maybe tasty. 这个西红柿已經紅了。Yeah. That one is red. Here too. Here. 這個西紅柿第一次採收，摘到4個。We learned about tomatoes. Yeah. Either they're determinate or non-determinate. Yes. Determinate means all the tomatoes bloom at the same time. Yeah. Non-determinate means it goes through the whole season. You get a few here. Yeah. So we want the non-determinate kind. Yes. I think this one is non-determinate. 這個已經有一些已經熟了，我摘到幾個芥藍，就是數量有點少。這個上海青可以吃了。那個開花了，留着做種子了。這幾棵紅薯都長大了，紅薯葉子都長高了。啊，看這下面有這個鼻涕蟲，這鼻涕蟲就吃我菜的。又撿了這麼多羽衣甘藍，和這個寬葉羽衣甘藍一起，老牛又開心了。這裡還有一顆翹的，可以摘了。今天我這個茼蒿菜就長出這一根獨苗，我就留着它開花結籽，到明年我就有這個茼蒿種子了。以前我的那個茼蒿種子都沒發出來，時間太久了，6、7年了，就發出這一根。這個烏鴉還挑釁那個鷹呢。看，打起來了。這烏鴉一點都不怕，還去撞那個鷹。那烏鴉走了，應該還是打不過鷹吧。菜洗了，全部一鍋腦給它炒了得了。這都是我們常吃的，老牛喜歡吃的菜。最好吃，尤其愛吃這個菜心和鈣的。羽衣甘藍口感稍微硬一點，但是也挺好的，真的好新鮮啊！自己種的菜就是好啊。看這剛摘下來的花菜變紫了，剛才查了一下 AI 說是因為光照，太陽光讓它變紫了。如果想讓它不變紫的話，這樣把整個的菜這樣包起來捆起來，不讓光照的太厲害，這樣它就會保持白色，不會變紫了。下次我就有經驗了。That would be really good stir fry. 這個紫色的變成這個顏色了，基本上變綠了。嘗嘗這個紫豆子，還有菜花怎麼樣？第一餐豆角，太好吃了。花菜好吃，非常新鮮，可惜太少了一點。老牛不是想吃這個花菜葉子嗎？我單獨給它炒一炒，看看好不好吃，試試。嘗嘗這花菜葉子啥味道？比較硬，有一丟丟苦味。我覺得這個跟那個菜葉汁的差不太多，沒準老牛會喜歡。大家問問他吧，我是不太喜歡。老牛後來也嘗了，他也不喜歡。看來沒人吃這個葉子是有道理的。